杨医生竟当众殴打患者家属，这个社会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有钱人的命值钱，我女儿的命就不值钱吗？要走我女儿！别吵闹，还不把她轰走！要么公开道歉，要么停职，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找麻烦。江医生面冷心善，我们都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江天才，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离开就是在自毁前途？我毕业了，这个月回国，见一面好吗？明明是那个家属闹事在先，凭什么要江大天才背锅离职啊？肯定是这医生做了什么亏心事，否则他为什么要这么快跑？平均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哥，只要你不嫌我们这儿地偏庙小，来了这儿，你保管就是颌面外科副主任。陈医生，快，慢点，快，这边，快，让开！唐英，你今天不是休假吗？什么情况啊？碰巧遇到的摔伤患者，赶快通知陈医生下来会诊。好。哎，你醒一醒，能听见我说话吗？有没有头晕胸痛？手脚能不能动啊？哎，你别睡，醒一醒啊！哎，你的手，消毒消毒。没事，先处理病人。我帮你吧。没事，先处理病人。你有没有软组织裂口？吸引气，快！我现在总算知道我们儿牙的好了，至少不用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别废话，口腔打开。来，口里黏膜撕裂，口里有血肿，舌体抬高，46、47牙槽突连带断裂，先送 CT。血氧掉到88了。我是平津第一医院颌面外科医生。口底进行性血肿引发的舌体红肿，气道阻塞。等你影像结果出来，人已经可以宣布死亡时间了。你该不会是第3名松10毫克进推，牵制尽快小号。血氧多少？血氧90%。不好意思，刚下手术，情况怎么样？把他下巴拖住，准备牙间结扎更撕。血氧94%。现在可以送 CT 了。颅脑、颈椎、胸腹都正常，下颌骨开放性多发骨折，伴有软组织前盾，情况倒是比预想的好点。那现在能手术吗？双侧下颌角骨折合并正中联合粉碎，但舌骨上肌群附着点完整，现在手术会扩大创伤区。不稳定型多发骨折，
需可靠的恢复下颌骨的连续性。一旦骨折端移动，造成软组织的进一步损伤，加重血肿，就有可能造成患者窒息而死。患者的氧合指数刚过临界值，术中翻瓣会加重组织水肿。大医院下来的主治医生，不至于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术中的组织水肿尚可以控制，但现在骨折端每动1毫，血肿就要挤占5毫升的气道。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点账算不给了。哟，大家都在呢，看来就不用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了。师傅，要是现在进行手术，那术中的风险概率……术中风险的概率再大，也大不过病人窒息的风险。我认可江医生的判断，准备手术。组织已经完全暴露，考你们个实操题：下颌角粉碎性骨折，下牙槽神经完全离断，咬合功能紊乱，怎么样在单次手术中同时保住神经功能和咬合关系？神经外膜缝合加3D 咬合导板牵引骨髋稳位，钛板跨神经悬吊固定。哟，同步率还挺高的，有点意思。你这样入路会损伤髁神经的。看到这个45度斜面了吗？沿左侧走行剥离，比教科书上教你的至少要快30秒。继续剥离。完美，师傅，您收工，剩下我来。下颌生殖区骨折端向后移位，有可能伤及面部神经，确定不继续探查伤情。你觉得呢？你不应该没考虑到，还有面神经损伤的可能吧？你俩换位，手术继续。周6的时间不行了，您看周1可以吗？啊，好，那我这边帮您约上。行。唐妹妹，忙着呢。哎，好嘞。哎，咱们院新来的那个江医生，你听说过没有？听说没？平津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最传奇的主治医生，手术成功率虽然是全科第1，但门诊投诉率却是全院第1，孤傲自大又不近人情。怎么？裴医生是想向他看齐啊？你看看，看男人的眼光就是有问题。我倒是觉得人家江医生潇洒不羁又有能力，比那个小肚鸡肠的陈某人好10000倍都不止。你再敢说陈医生试试？你这个女人这么暴力，除了我，没人敢要你。哎，唐医生，唐医生，唐医生，你怎么看？什么？就今天新来的那位医生啊，他今天还在抢救事情。你手咋了？没事，应该是送患者来的路上被划到了。没事，我先去换个药。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没人。你不知道自己走错更衣室了？
口腔综合科，你还真是什么患者都敢接啊！以后出门戴上眼镜，别丑了。刚刚救人的时候不是手眼协调稳如泰山吗？怎么现在连更衣室都分不清了？需要帮您挂眼科吗？你有焦虑症？我知道，我昨天别说话。哎，黑姐，啊，过来过来，来了。处理掉你那些坏心情，我神经，指尖落在你腰背附近，我相信，忘记了提醒我深呼吸。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病人现在血压120、60，心率56，生命体征平稳，没问题。有没有过敏史？没有。准备手术了。哎，好。老大，你这手术做的真好，长见识了，比之前快了整整15分钟。你和上次相比，进步的幅度不大呀。还是江医生厉害，师弟，你还得练啊。医生，我儿子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副总，我没说错吧？有江医生在，你大可以放宽心。是，张医生，谢谢你啊！今天幸亏有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就这么定了，秦夫人一起吧。医生，辛苦了，辛苦了。我女儿呢？她怎么样了？你没看到她吗？我去看。哎，你怎么打人呢？有钱人的命值钱，我女儿的命就不值钱吗？你发什么疯啊！快打电话报警！讲讲良心好不好？明明你对我女儿的情况最了解，明明我女儿比她儿子先到，为什么放着我女儿不管，要先给有钱人的儿子做手术啊？医生，我求求你，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把我女儿治好，你让我给你做什么东西？医生，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哎，先生，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救救我女儿！先生，救救我女儿！先生，救救我女儿！放手！医生，我求求你！无良医生竟当众殴打患者家属，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平津第一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生江天才在抢救患者过程中无视患者需求。抢救室为何会成为冲突高发区？是沟通机制的缺失，还是医疗资源紧张导致？我们结合最近在平津第一医院。为什么要动手？他是病人的家属，你是一名医生。你看见没？医者仁心，怎么就不能好好解释？如果我说我没有动手，你相信吗？你看看，你看看，这视频拍得清清楚楚的，你还狡辩？你必须公开道歉，解释你为什么要先救有钱人的孩子？你为什么就为了你的全国第一？
你就对奶奶弃之不顾。如果你先给奶奶做手术，她就不会死，是你害死了她。面对亲人和患者，医生必须做出抉择，因为生命从来不会等待。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当然要先救最有价值的。我。既然你那么恨他，为什么还要像他一样选择做一名医生？你心里不是应该最清楚吗？江天才，我告诉你，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公开道歉，要么停职。金刀奖马上就要开屏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麻烦。专科生育的排行马上要开始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麻烦。我辞职。江医生，嗨，江医生，江医生，好帅呀！哇，这医生好帅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哟，江医生来了，我知道你挺厉害的。谁看他喝醉那样，我们几个人都抬不动他。早餐给你带了，忙完一起去吃烧烤啊！一样，你跟他非常赶。哎，等一下！不是，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怎么老是针对你啊？哎，让开！这赶不上了都。可能是怕我把咖啡又洒在身上吧。你也去4楼啊？那谁，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昨天刚见过。儿牙、裴喜，我呀，你还记得我吗？哎，咱们大医院来的专家平时都这么惜字如金吗？要不咱俩加个微信？第一，我不叫 A；第二，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只是一个主治；第三，我不想和话多的人待在一起，尤其是你；第四，作为一名医生，即使不是专科，在昨天那样的情况，你应该具备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像你和你的同事一样手忙脚乱、胡乱操作。我去，这骂人的逻辑比我的牙模还精。哎，我还没出去呢！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要用心专心，要心无旁骛，要把患者当成你们的父母，排除一切干扰，用心治疗。小江，昨天的手术表现得不错。像你这种人才来我们美恩医院，那可是来对了，你就应该在正确的位置上呀，发光发热，啊，看看。为什么是综合科？综合科好啊，综合科可是我们医院的核心科室，
那有多少人想求着我，我都不给。抱歉，我不接受。你是不接受，还是不敢呢？啊？颌面外科，否则免谈。年轻人，不要把平台当成能力。真正有才的人，站在哪儿都是巅峰。就综合科，爱干就干，不干走人。臭小子，跟我俩玩个性，你还嫩了呢。哎，你说他怎么到咱们科了？我看他哪都不顺眼。你们看他走路那个姿势，就是，天天拿着那个鼻孔看我们，他瞧不起谁呢？你说是？小雀，你们聊啥呢？这么热闹？哎，一级警报，一级警报，别一惊一乍的。鼻孔朝天走路那个来我们科了。谁啊？就那个江天才，来我们科。医生，你看我这牙有点起云盖，干掉个茬，你给我看看能不能叫粘一下，我晚上还有个局呢。你这牙劈得跟柴火似的，胶水可沾不上。以后烟酒少碰，得拔。得拔？不行，我男朋友说了，我这智齿位置长得好，拔了影响我财运。你就给我开点消炎止疼药吧。建议你先治一下恋爱脑，换个男朋友再来挂号。医生啊，你要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啊？我们老家上火牙痛，喝凉茶也有很好的效果的。您这是蛀牙引起的牙髓炎，如果不根管治疗，全口牙都要烂掉，到时候神仙水也救不了你。根管治疗，神仙水也都不能少。江医生来我们综合科，还真是大材小用了。知道就好。那。江医生，我再次跟你道歉。昨天真的不是故意要弄脏你的衣服，也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你真的不用躲着我。作为同事，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怎么样？你不说话，我知道你答应了。那江医生，能不能帮同事保守一下秘密啊？你大可放心，我对这里所有无聊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包括你。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委屈啊？觉得只有在手术台上才能发挥你的价值？打个赌吧，要不是曾院的安排，你连进我们科的入门资格都没有，你信不信？不信啊？好，今天你要是能把牙刷干净了，以后你的患者我全接了，怎么样？敢赌吗？你在羞辱谁啊？江医生，是不是我们这边的牙刷不太适合你的牙呀？要不然帮你换一把。你用牙菌斑牙膏啊？愿赌服输。
牙可不是刷的时间长就代表干净了。张嘴，张嘴。巴氏刷牙法，牙刷伸进牙龈斜勾45度，下牙朝上刷，上牙朝下刷。如果控制不好抖动幅度，就在牙齿咬合处画圈圈，但千万不能颌面拉伸。不高兴，这是属于你我的秘密和伤心，处理到。哦，啊。兰姨，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这知道江医生上班。师兄，食堂走起！国内心外权威专家姜兆和在心脏瓣膜置换、冠脉搭桥等复杂手术领域做出卓越贡献。金刀奖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现场，姜教授公开接受本台采访。家属请回避。天才，天才，天才！医生，你看到我爸了吗？没有啊。医生啊，你看到我爸了吗？我爸他在哪儿？啊，没看见。你好，你看到我爸在哪了吗？没看见。你们为什么都不告诉我我爸在哪儿？都在瞒着我什么？江医生在手术室，是卡门豆直播手术，室里所有媒体都在，他下不来。病人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时间23.05分。患者74岁，女性，因下唇肿物糜烂，表面不愈合2个月，要求入院治疗。经查，右下唇肿物约2.5厘米，表面糜烂，基底较硬。我们对患者的局部病变组织进行了活检切片，病理报告证实，患者为右下唇高分化鳞状细胞癌早期。患者呢属于高龄老人，患冠心病多年，长期服药。心功能尚可，患者又系知识女性，对生活质量还有容貌外观要求较高，治疗愿望迫切，所以呢，希望我们院能够尽快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啊，不要拘谨，好不好？他这个肿瘤好在是发现比较早，分化程度比较高。预后相对比较不错，但考虑到患者的年龄和冠心病史，手术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局部放射治疗，看看效果如何。但是放射治疗的局部控制率不如手术。按照他这个性功能评估结果，完全可以更直接地切除病变。到时候这个缺口可以直接拉拢缝合。虽然术后下唇外形差了点，但手术过程相对简单，也更安全。可是这样术后造成的下唇小口畸形，患者恐怕难以接受。他都已经74岁了，这点小畸形影响不了他什么。再说1年以后，如果肿瘤没有复发，还可以做2期整形手术。他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承受得住2次手术都是未知数。我们既然有能力一次性修复，留给患者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一次性修复，你能有多大把握？咱们河外讲究的是功能为先，为保证功能的基础上再考虑美观。年轻人想要表现自己可以理解，但不要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更严谨。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吵吵了，我们先听听曾院长的意见。我觉得咱们这个病例下唇病变切除以后，用同侧颊部黏膜翻转滑行瓣进行同期修复，修复后外形美观，张口基本不受影响。老张，看到没有？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说江天才，你不要老是躲在后面，到前面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大家伙都听一下，好吧？鼓掌！陈医生，我们能看到，因为这位患者的情况比较特殊，别翻人家脾气。所以呢，我们应该设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治疗的前期跟家属进行有效的沟通，又没礼貌并且又爱客观作，评估患者这不跟陈医生写的一样吗？以及治疗人家陈医生都没说啥，他倒上赶着出风头。陈医生，帮我看一下。这里，还有这里。哦，这里是吧？啊，行，马上修改。啊，那这个地方还是要修改一下。那这个治疗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哦，啊，行。唐医生，看来你们综合科最近业绩堪忧啊。河外的手术，你2位也要来指导工作了吗？指导可不敢当，我呢，活到老学到老。也是。就你们科那点活，拔牙补痛，没什么挑战性。我看要不调到我们科来，我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技术。有本事一辈子别牙疼。12点方向体力精锐，建议扩大切除2方。注意保护神经，再给我点视野。你见过这么难度高的手术吗？出血有点多，先止血。止血钳。血压150、90。说挺快的。铁子，逆行前，沿口角联合部反向扭力。动笔弄。标本摘除的还算可以。接下来就看瓣体的转移程度了，这才是今天的中场戏。牛吧？说是没有问题。曾院，切缘阴性。现在开始，夹黏膜瓣植背，注意保留面动脉假肢。
纱布，止血，根本看不见出血点。找到血动脉，输血。血压160、56、心跳95、出血量150。